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先生观察室。近日，菲律宾方面声称的6月1号到7号美日两国在巴丹省马里维莱斯港口附近的海域举行了演习而关于这次演习的目的他们表态的非常清楚呢，就是针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压力。什么是侵略性压力呢？这个他们认为菲律宾就是在找借口对付中国。近一段时间呢，中菲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究其原因那就是马克思政府选择紧跟在美国身后跟中国对着干呗。虽说马克思政府上台以后，中菲关系呢本就不如这个杜特尔特时期那么好，但我国始终认为菲律宾是清醒的，至少很清楚，相比美国，中国能够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发展。而出乎意料的是，菲律宾肉眼可见的与美国越走越近不是与美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与美国一起在南海、台海问题上公然叫嚣来挑衅。明知道不管是南海还是台海都触及了中国的红线，我国方面也不止一次发出过警告，但事实证明呢，马克思当局并没有当回事儿。确切来说，是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和支持让其越来越飘了。自认为有了这全球第一大国做靠山，能够在南海问题上开始占据上风，而面对菲律宾如此执迷不悟，也令我国逐渐放弃对该国的幻想。如今菲律宾公然声称与美日联合军演是针对来自中国的侵略性的压力，那中国也是时候展开一些行动。什么行动呢？有消息显示，中国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老挝、越南这5个东盟国家举行了和平友谊2023多国联演首轮磋商。据悉呢，各方在坦诚友好的氛围当中就演习的课题、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的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关于这次联合演习，不少人认为和平友谊系列演习呢，近年来是发展的非常迅速，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不断迈出了新的步伐，而如此有利于各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从而避免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陷阱当中。事实上，这一演习最初启动呢是在9年前，当时的成员国还只有马来西亚后来这个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也加入，而随着成员国越来越多，足以说明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都开始认同中方的安全观点，特别是越南的加入，意味着在南海问题上，其与菲律宾的政策是不同的。而对此，菲律宾估计也不得劲儿。首先，在南海问题上呢，一直以来，菲律宾都希望能够与越南坐在同一条船上，以更好的在该问题上与中国硬碰硬。但现在越南的加入，等于是掐灭了菲律宾的念头在南海问题上呢，或许只剩下马克思当局干瞪眼。而其次，中国与东盟军演的扩员，而菲律宾作为东盟国家之一，却没有被邀请。然而，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呢？我认为马克思当局应该心里是清楚的。而在这之前不久，菲律宾才与美国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并且呢，新提供了4个军事基地给美军。兴许是有了美国的撑腰其开始公然将带有国旗的浮标投入我国的南海岛礁上。要知道，中国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是丝毫不带退让的，而菲律宾如此做法，中国就算再好也无法忍。所以此番的变相来说是中国对菲律宾的反制。你不是与美日等国家走得近吗？那我就拉5个东盟国家在你家门口来孤立你，看你是什么滋味。虽然菲律宾与美日宣布要举行联演是在中国反制之后，但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的不知悔改，而对于其，我们一定要采取更强硬的做法来进行反制，直到马克思当局头脑清醒为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